女人被锁链绑住，身上插满管子，大量的水银灌进她体内。当温度达到-38度，水银就会凝固。他们要等到那个时候再对她进行解剖，因为她不是人类，而是一只危险的木乃伊。她就是沉睡了3000年的古埃及公主。事情要从3000年前说起。这个女人叫安玛，是埃及王朝的公主。她美丽、冷酷、无情，是国王的独生女，也是王位的唯一继承人。王朝终有一天会由她来统治，一切都在往美好的方向发展。直到有一天，国王的妻子诞下一名男婴，这将威胁到他继承王位。他的眼睛里充满仇恨，他明白权力不是恩赐，必须采取行动。夜晚，他来到古老的祭坛，用自己的鲜血进行祭祀。他将自己交给死亡之神，一切都是为了权力。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，身后那沉睡的法老已经苏醒。法老递给他一把匕首，这把就是赛斯之刃。他接下了这把匕首，就等于与死神签订协议。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，符印布满了全身，眼睛的单瞳也转化为双瞳。他彻底变成一只怪物。他过来干掉他的父亲，也解决掉刚出生不久的婴儿。就在对第3个人下手的时，他被袭击了。他中了埋伏，几人过来将他擒住，只因他的罪孽深重，最终被活制成木乃伊。他就这样被封在石棺里，埋葬在地底。3000年后的一天，考古学家发现一座墓穴，他们确定是古埃及留下的，决定下去一探究竟。几人顺着绳索缓缓降落，这个地方比想象中还要大。一段时间过后，他们终于来到底部。女人打开电筒照向附近，上面刻着古埃及的铭文，周围耸立着奇怪的石像。男人突然被水滴中，他不明白这里为什么会有水。他打开灯一看，原来是水银。他又望向上面，大量的水银从上面滴下，然后顺着地面流下坑口。这些迹象令人毛骨悚然。女人连忙让人打开大灯，他们继续向前走。前方出现一口水银池，周围耸立着6条守护者石像。这里就像是一所神坛，似乎在封印着什么东西。几条锁链连接着池底，这些绝不是装饰品这么简单。作为考古学家的他们当然想知道里面是什么。男人观察一下这里的结构，接着拔出武器。机关开始动起来，上面一块大石缓缓降下，将水银池底的东西拉了上来。他们看到眼前的情形，都惊呆了。这是一口古老的石棺，看它华丽的外表，里面沉睡的肯定是王室成员。就在这时，大群蜘蛛跟着出现，他们爬到男人的身上，给他来了一口。男人呆呆地望着石棺，陷入了幻觉。在这里，一名身穿白衣的女人向他走近，接着来到他身边。幸好女人将他唤醒，他感到莫名其妙。他们决定将石棺带回研究所，于是启用了直升机。他们回到机场的时候，却遇上了沙尘暴，于是连忙将石棺装上飞机，开始起飞，差一点就被沙尘暴埋没。飞机在高空飞翔，他们也终于松了口气。但此时，被蜘蛛咬过的男人出现异常，下一秒，他站到石棺旁边，用刀子锯开石棺的绳索。一名卫兵过来阻止，却被他捅了一刀，接着走向其他人。男人只好将他干掉。这时，飞机出现故障，男人连忙来到前舱，询问什么事。一只乌鸦撞了过来，顿时将他们吓得不轻。接着前方出现数不清的乌鸦，飞机立马失衡冲向地面，舱内的人员在半空漂浮。男人为同伴系上降落伞包，将他送出外面，而自己则来不及脱险。最后，他随着飞机冲向地面。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女人一脸的悲伤。这时，医生走了过来。We need your help identifying the bodies. 这里是停尸间，里面躺着数条尸首。突然，原来他并没有死。醒来后，他一脸莫名其妙，不知道自己为何在此。这时，身后一群人走了进来，却发现他奇迹般活下来。另一边，救援队找到飞机的残骸，2名男人正在四处搜索。这里到处都是飞机的散件。他们找到坠落的人员，发现已经没有生命迹象。另一名男人继续搜索，他找到了石棺，接着开始走过去。他掀开盖子一看，里面出现一条干尸。Hey, you better come and look. 男人听到声音之后，连忙赶过来，却发现自己的同伴已经身亡。这时，原来他的同伴就是这般死去。干尸吸了2个人的能量，
开始慢慢复原。被他干掉的2个人也变成了他的小弟。他们来到外面，望向远方的都市。另一边，2人来到一家酒吧，女人好奇地望着他，想不明白他为何完好无损。男人也很惊讶，他也不知道为何这样。这时，一只身影在召唤他，看他的样子，明显是让他出去聊。他跟女人交代一下，然后离开了。他来到了外面，这里阴森恐怖。突然扭头望向远处，一只身影出现了，他就是石棺里面的干尸。接着开始向他走来，他连忙拔腿就跑，却发现退路已经被封死。这时，一大群老鼠向他围近，然后将他吞没。原来又是一场幻觉，他越想越不对劲，感觉自己被诅咒了。他必须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然后决定去寻找真相。另一边，干尸继续吸取能量，此人已经是第10人。吸完能量的他渐渐变回人形，原来她就是3000年前被封印的古埃及公主安玛。2人来到一处教堂，女人不明白他为何来此，男人却说这里是正确的位置。他当然不能说是幻觉的指引。他们进入到教堂里面，然后2人分开搜索。男人回头望去，后方出现一只身影，他被抓住了，然后将他扔到石床上。几名干尸小弟按住他。这时，安玛出现了，他用奇异的眼神看着男人，然后就是一顿检查。他要用男人的身体做容器，复活死亡之神赛斯。他拿出赛斯之刃，准备捅向男人，却发现匕首的红宝石不见了。没有红宝石存在，赛斯之刃就不能产生法力。这时，女人出现了，她被眼前的情形吓得不轻。Jenny! Run! Run! 女人连忙拔腿就跑，安玛也追了上来。男人解决完小弟之后，过来救下女人。2人开始往外跑，他们坐上一辆车，开始全速逃离。但无论怎么逃，都无法摆脱掉安玛。他们加大油门继续逃走，但安玛的小弟不断纠缠，汽车最后失控掉下山坡，男人也被甩了出来。这时，安玛缓缓向他们走近。男人认为既然无法逃离，那只好面对现实。他捡起一根木棍冲向安玛，可却被他们的力量实在差距太远。安玛一个瞬移来到女人身边，想对她下手，却被赶来的一大群人偷袭。他们都是突击队，不断对安玛进行攻击，最后将她擒住。他们因此得救了。突击队带着男人来到一处地方，周围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瓶子，里面装着恶心的东西。这里就像是生物实验室。他们进入到里面，却发现安玛被重重的铁链封锁住。这时，一名男人出现了，他是这里的老板，自称这里是魔怪预警部，专门研究世界上的妖魔鬼怪。他们在安玛身上插满管子，往他体内灌入水银，等他体内的水银凝固后，就会对他进行解剖。男人缓缓走近他，就在2人对望时，男人又陷入了幻觉。They will kill you, just as they killed my chosen before you. 老板看着眼前的情形，觉得非常惊奇。他将男人喊到一处房间，2人聊起古埃及的事情。在另一个地方，红宝石被找到了，这里是十字军的墓穴。原来，在十字军的时代，有人将匕首跟宝石分开，然后分别埋葬在不同的地方。安玛也感应到宝石的召唤，接着嘴里开始念起咒语。下一秒，一只蜘蛛从坑口爬起，接着爬到程序员的身上，钻进他的耳朵。程序员顿时发生异变，他打开消防柜，取走斧头，接着过来打开电箱，对着里面就是一击，整座屋子顿时冒出火花。失去电力的仪器将无法控制安玛，他的嘴里吐掉大量的水银，最终摆脱了控制。从新恢复的他挣脱掉铁链，一个跳跃扑倒一名手下，瞬间吸干他的能量。他开始释放魔法，召唤出埃及之沙。2人开始往外跑，因为男人知道恢复后的安玛第一个会先对他下手。安玛的法力过于强大，瞬间震碎掉房子的玻璃。他们继续逃走，来到外面的时候，却看到远处恐怖的情景。安玛缓缓地走出来，释放出强大的法力控制沙暴，沙暴形成一张人脸，向男人追去。十字军墓穴这边，一名男人接到电话 She's out. She has the dagger. We think she's coming to you. So are we. 原来他们也是魔怪预警部的。收到命令之后，他们连忙将宝石锁好，关上大门开始防备。
这时，鞍马已经到达墓穴门口。他释放咒语，将墓穴里面的干尸唤醒。他们从周围的石棺复活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就将墓穴里面的人全干掉。他慢慢的走进来，护卫队向他发起攻击，但子弹起不到什么伤害。他一个瞬移过来，将他们全搞定。里面的干尸小弟打开门，他已经在门外等候，接着缓缓走进去。里面所有的干尸都跪下，向他这名木乃伊公主俯首称臣。他走到箱子处，捡起红宝石安放在匕首上，这样赛斯之刃就完整了。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抓住男人。这边的两人还在继续逃走，突然被一只干尸推下水，两人在水底拼命挣扎，终于解决掉干尸。他们好不容易浮出水面，这时鞍马出现在背后，他潜下水底抓住女人，快速的游走了。男人在后面拼命追赶，但速度却远不及鞍马。他在水底徘徊许久，终于看到远处的女人，但她已经毫无动静。男人拼命向她靠近，但此时四面八方的干尸出现了，他们拼命向男人追去。男人用尽全力的游着，好不容易来到女人身边，然后将她拉往水面，可又被一旁的干尸带走。这时鞍马从不远处走过来，干尸已经完成任务，都缓缓地散去，现在就剩下他们两人。鞍马手持赛斯之刃，让男人来到他身边，但男人起身之后，一个劲地冲向鞍马，却被一下子击倒。鞍马抓起他，将他甩飞几十米。男人明知不是对手，但依然起身还击，他再次被一掌击倒。最后鞍马过来一把抓住他。 面对强大的木乃伊公主，男人不但不臣服，他还潇洒地说了一句 We're just never gonna happen. 鞍马听到这话，立马又将他甩飞10几米，但此时他已经将赛斯之刃抢到手。男人用尽全力将他往地面一砸，红宝石顿时出现破裂。当他想砸第二次的时候， Wait! Destroy the stone, and all is lost. You will be a living god. 男人思索许久，最终将匕首刺向自己。这时他的身体开始异变，红宝石的能量全灌输给他，他的眼睛也转化成双瞳。此刻的他已经变成死亡之神。他开始起身，慢慢走向鞍马，接着一把将他甩向远处，然后一个重击将他按倒。他毫不留情地吸收鞍马的能量，就在一刹那的时间，鞍马的能量被吸完，他又变回了一具干尸。他来到女人身边，释放出死亡之神的力量，将死去的女人唤醒。当女人醒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一段时间过后，他徘徊在沙漠上，他知道自己已经不是人类，也不会再和人类进行接触。就这样，他在广阔的沙漠上开启了自己的新路程。